洗碗机我其实有听说过，很多人买的是后悔的，真的是我买过最难用的，没有之一。北部的朋友看到这里想说翻白眼，静如止水了，地上拖的全部都是大便。他洗的再不干净，他也比你老公洗的干净。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又是大家敲碗很久的电器测评。每一次呢，和大家分享我们家的装潢的时候呢，都会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这个电视好用吗？那个冰箱好用吗？那个蒸烤炉使用率高不高啊？会不会坏掉啊？那今天这一集呢，就给大家来出一个电器合集，把我们家一些询问率很高的电器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现在聊一聊这一台悄悄看冰箱，这台真的是询问率超高，几乎每一次分享影片就会有朋友在下面问这悄悄看冰箱好不好用。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家电卖场都有看到过这台冰箱，走过路过的时候呢，就想敲两下，也确实是因为这样悄悄看这个功能呢，打动了我们家的男主人。在很多人家里，其实冰箱是一个储藏零食啊、饮料的一个地方。有一些人呢，喜欢就是没事情走到冰箱前面，然后把一整个打开来，然后就站在这个冰箱前想半天，那个心情就是有一点像去便利商店。你不一定想要买什么东西，可是你就是想要走过去看一下。我们家因为是2个宝宝的家庭，很多时候都在家里煮。敲完之后呢，并没有一个展示的功能，都是一些花生酱啊、调味料这样的东西。不过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可能会把一些使用率很高的东西，比如说酱油、蚝油、花生酱、果酱这一类东西，我就放在这个门边上。我要拿取的时候呢，只要这样子打开，然后直接就是可以拿出来了。我就不用说一整个冰箱打开，大部分的家电其实都是有这个节能标章，你可以看到它是1级、2级、3级、4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那如果你买到节能1级的家电呢，就代表它很省电。但是通常这样双开门的冰箱啊，我们会发现它没有节能标章，至少我们家这台是没有的。当时呢，店员跟我们介绍，像这样子的冰箱，一开始是欧美人发明出来的，它原本就不是为了主打节能，潜台词就是说，这样的冰箱其实它都蛮不省电的。那我在使用过程中，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它的冰箱门一打开，这边是冷冻，然后这边是冷藏，一打开它是全部打开的，所以其实我即便只是要拿，比如说上面的某一个小东西，我也要把整个门打开。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在整理冰箱啊怎么样的，你就会一直把这个门开着，然后它冷气就很快就会跑光。那当然你把门关上之后，它又会重新制冷，但这个过程中它就会消耗很多的冷气，制冷就是要用电。像我们之前2个家买的都是日系的冰箱，一台是 Hitachi 的，一台是30的，都是那种比较美型的小的冰箱。日系的冰箱的分隔就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5个门吧，不论是要拿取冰块啊、生鲜的食物啊，还是你要拿取冷冻的食物，它都是给你分开的。所以你要拿取的时候，只要开其中一部分就好了，冷气都不会跑很多。但这个的话，就是你一打开门，就是会整个大开。大家在看网络上很多人分享这一台冰箱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深度很深。这个点真的是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深呢它就可以多放东西。可是它如果太深了，你就会发现说，每次你要找一个什么东西啊，就要在里面挖呀挖呀挖很久。我们家里面啊，就是会有买这样子的蛋盒去收纳鸡蛋，里面是抽屉，我就可以把它很自由的拿取。所以收纳上要动一些小心思。我说这么多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冰箱是不是就完全不值得买？它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当然不是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会买。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譬如说它的这个取冰制冰的功能真的就是很方便，尤其对我们家住在高雄，大部分天气都是很热的，我们家都是那种冰饮爱好者，所以这里可以一键出冰水啊，就是真的是很方便。它还有2种冰块模式，一种是稍微大一点的冰块，一种是那种小碎冰。它有一个主打的功能，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可以做这个威士忌的冰球。冰球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威士忌去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形状，但是其实在喝饮料的时候它也很好用，因为其实这样的冰球就是会比一般的冰块融化的更慢，所以你如果把它放在饮料里面呢，就不会改变那个饮料的浓度。哪怕是不喝威士忌，你就是只是喝可乐啊、喝奶茶，你不想要改变那个浓度，把那个丢进去也可以迅速的让那饮料变成冰的，然后又不会影响到它的口感。但是呢，它的制冰的部分有一个不算大问题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制冰的口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大小的。你如果用一些比较正常口径的杯子啊，你想要去接冰块的时候啊，你一压之后，它整个冰块都会乱飞，就是很多逃冰。所以就是如果要接这个冰块的时候，就一定要
拿那种大口径一点的杯子，或者像那种冰桶去接，它才会让那个冰块都收集起来。然后这一颗龙头啊，之前也在影片里和大家分享过，这颗 3M 的净水龙头，我们家已经买了第3个了，从它第1代就开始买，1代、2代、3代。老实说啊，这个3代真的是我买过最难用的，没有之一，经常会锈豆，手指上只要沾一点点水，按键就会锈豆，经常会失灵。有些时候你按开它就不开，有些时候你不要它关，它就又关掉了。而且这一根已经是原厂检修过，帮我更换过一根之后的这个状态，这也就是证明说原厂觉得这样的状态它是正常的。平时的时候真的也就算了，因为你喝水，它中途如果锈豆的话，你就再按一次。但是你只要遇到做饭，有些时候真的很着急想要一碗水的时候，它打不开，你真的就是会很生气。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种直接打开龙头可以喝水的这种净水器啊，也可以再多多做功课看一看，可以看一下它的1代或者2代。像我之前有去朋友家，他们家用一台顺热的，好像也蛮不错用的。总之这一台真的不推。我们家呢这一次还装了 3M 的全屋净水，那我自己觉得使用下来全屋净水的感受倒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它会帮我们家所有的水去做一个过滤。然后像高雄的话，原本的水质是偏硬，全屋加了净水跟软水之后呢，我们家的像一些龙头啊，这些闪亮亮的这些5金件，它就不容易流水垢。这一台呢是洗碗机，愿意称之为拯救家庭关系神器。我在买洗碗机之前呢，我经常就是会被吐槽，煮一顿饭要用10几个碗，酱油一个碗，蚝油1个碗，蒜头1个碗，洋葱1个碗，葱1个碗，水1个碗，对，淀粉1个碗，可是会有很多的碗，然后还坚持不重叠。不重叠，因为阿基师都是这样做的，詹姆斯也是这样做的。厨艺比较好的人都是会有这样追求做饭的仪式感。自从我买了洗碗机之后呢，这样的问题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反正也不用它洗碗，尽量用。可以放心的炸厨房。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大家再也不用为今天家里谁洗碗，要洗几个碗这件事情去犯愁。吃完饭之后呢，东西冲一冲，直接丢进去，它就会给你洗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呢，最后是给你烘干，漂漂亮亮的碗就可以拿出来了。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要买什么样的洗碗机，哪个品牌的洗碗机？我觉得就是根据你们的预算去选洗碗机，即便它可能有一些功能上的瑕疵，它洗得再不干净，它也比你老公洗得干净。关起来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见，它是那个隐藏式，它也有那种不隐藏式的功能键是露在外面的那一种。那我们家会比较喜欢就完全让它躲起来的这一种。有一个很打动我的点，就是我上一次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个投影屏，你们男生很喜欢那种车子的那种感觉，车门投影灯。对对对，车门投影灯的那种概念，就是他其实工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静音的，我基本上听不见他在工作，所以其实我都是看他地上有没有这个投影灯来判断他现在是不是有在工作。然后它有个好处就是真的可以把碗烘得非常的干，有一些洗碗机没有办法做到把那个碗烘得很干，但这一台烘完之后拿出来那个碗就是全干的。工作完的时候就自动把门打开，让里面有一些残留的水汽可以跑出去，可以让你的碗更干燥，不会污在里面就发霉。洗碗机我其实有听说过很多人买的是后悔的，后悔太晚买了。接下来就是蒸烤炉，太多人问了，每一次大家都会问说蒸烤炉到底好不好用啊？蒸烤炉的蒸汽强不强啊？它的烤箱温控对不对啊？这台蒸烤炉在我们家其实真的使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像我平时做菜的时候，除了炒菜之外，几乎每一天都会用它来做一个蒸菜，而且它蒸菜啊真的是很神奇。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电锅，你蒸很多菜啊，尤其是蔬菜，它是会变色的。但是这一台蒸烤炉，它蒸完之后，蔬菜的颜色真的是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完美，就餐厅里蒸出来的那种样子。可以把软薯条变脆啊，对，这就是它的一个烧烤的功能。然后可以把软披萨也是变脆，就是隔夜的东西，你直接用它的这个烧烤的功能，就是可以给你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很多人都说啊，蒸烤炉就是蒸箱加烤炉，通常这样combine在一起的产品呢，就是两个都不强，就是蒸汽也不对，烤也不对。但其实我发现我在使用过程中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它的烤其实也蛮强的，温控做的也是非常的精准。买它之后，我现在就是面点大师加上烘焙大师，真的是每天就可以变着样做什么包子、花卷、面包、饼干，就什么样的东西都会开始涉猎。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烧烤针、炭烤针，那叫什么针呢？就是会有一根针，我到现在都没有用过，听说那是拿来做那个烤鸡或者那种肉质比较厚的。我们家还没有吃到这么华丽的料理，所以暂时那个功能是没有用。下次如果有用到的话，再跟你们分享。目前用下来，我觉得它是完全不会鸡肋。Dyson 的电风扇也是大家询问
容率很高的，很多人都很烧很种草。那我们家呢，其实Dyson的电风扇也是有好几个，其实大家在影片里面也经常会看到它的出镜。但是呢，我们就是必须要今天来吐槽一下它，给大家灭火。毕竟它作为一个电风扇，它真的不便宜，所以大家在花大笔的钱的时候，也多给自己泼冷水，才会让大家理性消费。作为电风扇来讲，它的风真的就是非常的小。好，我现在来帮大家测试一下这台电风扇它的风有多弱呢？现在坐在是我们家沙发中间偏向这个电风扇一点的位置。我先给大家看不开的状态好了，不开是这样嘛？现在把它打开，我现在开的是5档，它一共是10档，5档应该算是它的中档，5档的风。等于没开，就等于没有开。其实你坐在沙发上只能感受到那个微风，就是你如果想要开一个比较省电，比如说3档，静如止水了，几乎是感觉不到了。那你如果开10会有感觉，10才开始飘起来。但是10的话，你在看电视就会很吵。听到这个声音吗？只是追求它有电风扇的功能，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可以先思考再三一些，因为它其实作为一台电风扇，它的风就是这一个圈你喷出来的风而已，它不会像那种传统的电风扇一整个圆，然后那整个圆中间跟旁边你可以被大风吹到。它算是长得蛮特殊的，反正就是没有叶片嘛。那没有叶片对于我们有小孩的家庭来讲呢，相对会更安全一点。如果你还是有一些预算的考量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更多。市面上有很多美型的电风扇，其实现在有很多电风扇做那个网格也是相对会比较小的。那小朋友安全教育之后呢，他也不会故意把手指伸进去，那样子的东西可能会性价比会稍稍的会更高一点。这一台呢，如果预算无上限，我觉得就是可以买。但如果你真的追求带给你很多的清凉，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失望。当然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合并了空气清净的功能。这一台是比较高的，我们楼上的呢是个比较矮一点的，有冷热功能的。那它也会合并上有一个暖风机的功能。我必须要讲，它暖气其实是蛮热的，但会过干。对，它会很干，因为它是又加热又吹风，就会加速让你那个空气变得很干。但如果在北部本身就会比较潮湿的地方，那可能让你家里就是还可以省掉这个除湿机。在高雄的话，空气相对本身就会比较干燥一点，寒流来的时候偶尔开一下会觉得说有点太干，所以大家可以综合考虑一下，看一看。好，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其实并不那么常见，就是加湿器。一般人家里都会有除湿机，对不对？很少人家里装这个加湿器。那为什么我们要装呢？因为我们现在住在高雄，高雄的冬天其实本身就还算是蛮干燥的，因为每天都是天晴嘛。像最近有寒流的情况下，我们家就是会开暖气，湿度就很容易降到60%以下。像我跟我女儿的皮肤都是会比较敏感，我们就非常非常怕干。我们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只要湿度一旦降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就会浑身不舒服，然后就会长东西。所以呢，加湿器对我们家来讲就是非常的必备，就会用这一台，就是把湿度是抓60%，这样子我们的皮肤就会比较舒服。这一台机器它是小米的，它加水非常的有未来感，就是你直接水瓢就放这里，加上去之后呢，这上面会有一个荧幕，然后这荧幕就会直接显示它里面的水有60%、70%、80%、90%，然后告诉你说装满啦，就是非常的有仪式感。然后它的几乎所有的控制都是在 App 上面进行的，然后也会实时的告诉你现在你空间的湿度是有多少，然后太湿了它就会自动停下来，太干了它就会强力的运转，也可以设定睡眠模式啊什么的。我觉得最近就是非常有受益到它的好处。它跟普通的加湿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当时打动我的点。传统的加湿器通常用了之后家里就会像仙境一样，就会超多的雾气。这一台呢，它其实在加湿的时候，一它很轻，第二你是看不到那个雾气的，里面还有一颗滤芯，出来的那个水是过滤过的，是干净的水，就不会水装在里面放很久，然后其实它里面都长一些霉菌啊、细菌，然后最后还飘到空气里面。因为我有看过加湿器，其实如果用的不好或者使用不规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家用电器。有很多人是使用加湿器之后，结果反而得了一些跟霉菌相关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所以当时我会买它，就是因为家里有新生儿，就买了一个带滤芯的，然后又可以去智能控制的这么一家店，也跟大家分享。南部限定，对，北部应该真的不需要。北部的朋友看到这里想说翻白眼，8、90还要加湿，就在家室就直接去海洋世界，就家里边海参馆。这
台洗衣塔呢，也是大家询问率非常高的一台家电了。上面是烘衣机，下面是洗衣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为颜值买单，因为觉得说这一整体设定在一起，而且它中间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我们觉得会很方便。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很担心买这样的洗衣塔的时候，会不会一坏2台一整座要运走。我后来有问店家，店家有跟我讲，如果它真的坏掉的话，他们也是换里面单独的零件，是应该不太会把你一整座都运走。那我们家其实住进来使用到现在也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了，10个月了，而且它的使用率超级高，4口之家加上一只狗，现在还有兔子，然后我们家那个清洁的东西，抹布什么就不分贵贱，全部都是要往里面丢进去洗，所以它其实每天的工作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基本上是就不停下来的，几乎都从早上到最后一次提醒都会是半夜2点。我们现在为了拍摄，让它中途有歇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其实一般的烘衣机都会有的，就是它这个滤网，这是刚刚工作完我们还没有清，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它这个滤网是非常非常脏的，全部都是这种灰。那对于我一个过敏儿来讲啊，这真的是福音。就是它就会在烘干的过程中，就会把很多衣物上或者说那个棉被上面的毛就把它吸下来，就是帮我们过滤掉，抓在这边。你看有这么多的毛。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烘衣机的小 tips， 我们家就会用这样的羊毛球，真的是非常激推这个羊毛球。那羊毛球本身呢，其实不用看重特别的品牌，其实就是买这样正常的羊毛球就好了。很多人会提到说，那个烘衣机烘完的衣服会臭，我们家是不会臭，为什么不会臭呢？就是在羊毛球上呢，我通常会加这个东西，薰衣草的精油，你们也可以选你们自己喜欢的精油的味道，然后去滴在这个羊毛球上，滴几滴，直接这样滴，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香。滴完之后就不用管，就把它丢回去。烘完你的衣服啊，尤其是抹布，还有一些老公的臭袜子，就烘完之后呢，它就会有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家里有烘衣机的话，可以买几个羊毛球。我知道有一个疑问，大家都会有，到底是买这样子的烘衣跟洗衣分开的这样子机器，还是说去买洗脱烘一体的？我们家呢，其实之前用的就是洗脱烘一体，就是在大家看过的3房开箱的那个房子，我们用的是 Samsung 的一台洗脱烘。Samsung 跟 LG 来讲都是属于1线的韩系品牌，所以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呢，也可以略做一个参考。那像那台机器呢，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台北，台北的阴雨天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然后那时候又刚刚拥有了小 baby 嘛，小 baby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小衣服啊、纱布巾啊，那台机器在这一件事情上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假如那些东西洗干净之后没有烘干的功能的话，挂在台北，真的可能挂个1-2天。才会收获一个像干菜一样的纱布巾或者小手帕。但是呢，你有那台洗脱烘之后呢，就很方便。如果小朋友把东西弄脏啦，就把它丢到那个洗脱烘的机器里面，然后一键，大概差不多过个4-5个小时，这些小东西它可能就会给你热热的洗烘好，而且是非常柔软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那样的状态下，我觉得洗脱烘是有帮到我们的忙。但是呢，后来随着小朋友逐渐长大，我们洗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大。当你洗的东西有一定的厚度的时候，比如说它的表定是17公斤，但它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烘到这么大的一个公斤数，其实它差不多可能就是抓一半吧，大概就是可能6公斤、7公斤、7公斤、8公斤就已经是极限了，常常是烘不干的一个状态，拿出来就是还是会有点潮潮的。像小被子这样子有厚度的东西啊，你丢进去就是7个小时起，7个小时之后呢，你收获的一条被子，它虽然是干了，但它还是会有点潮。那久了之后呢，东西堆一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味道。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到最后都是烘到半干之后呢，然后要把一整桶东西拿到楼下洗衣店，再去做第2次烘干。洗脱烘一体的机器呢，还会有个问题，就这样子的东西它是没有的，所以当它烘完的时候，所有的毛全部都是在洗衣机的那个桶子里面，然后就是会积到这边一坨，然后里面一坨，就是变得很难清。然后那些衣服抖一抖也全部都是毛，像我这种过敏的体质，真的就是会一直打喷嚏。洗脱烘的也是不能用这种洗衣球的，因为你羊毛球不能洗。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一次选择这个洗衣跟烘衣的机器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选择洗脱烘，我们就是选择把它分开。这台机器我觉得它目前使用下来，我自己是还蛮满意的。要让我讲，我觉得它的缺点的话，像我们之前用的那一台洗脱烘，它是自动投放洗剂的。对于妈妈来讲，我就觉得是很方便。它有一个槽打开，然后你就去买那个一整桶的或者一整袋的洗衣精，就把它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它就会每次会按照你的程式
他就会去计算啊，今天我们洗小宝宝衣服要投放多少，就比较不费脑。这一颗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个自动投放的功能，每一次都要去抓去算，可能1汤匙或者1瓶盖这样子，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差异。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吧，这个反正就每次投放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家的清洁日常。很多人会说我们家是怎样，是没有扫地机器人嘛？我们家呢其实是有扫地机器人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区域里面它是没有的。扫地机器人呢主要是会帮我们扫车库那一部分不太会有人经过的区域，但是我们家的生活区域呢，一个是因为我们家有这个楼层的问题，如果每一层都要买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不小的支出。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家又有兔子，然后又有狗，它们有些时候如果在我们家里乱跑呢，有些时候就会拉噗噗在我们家的地板上。如果机器人它是按照它设定好的行程，它并不知道地上有噗噗呢，就很容易把地上拖的全部都是大便，就是想到那个画面都会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家里面呢，我们就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用这个 Dyson 的这个吸尘器，手持的吸尘器在做一个清洁。像我是那种很性急的妈妈，小孩子在家里面呢，经常他们就会把一些零食啊撒得满地都是。如果那个时候呢，你是等扫地机器人在那里画 Z 字、画一字，慢吞吞把那个东西扫掉，你在旁边看了就会很急。当这些特殊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就是一定要选择吸尘器，把这些脏东西全部都把它吸走。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是没有宠物又没有小孩的状况下，然后居住空间又是在同一个楼层里面，我其实就蛮推荐你有一个洗拖一体的这个机器人，在你出门的时候就设定一个行程，帮你打扫好家里。机器人还是蛮有优势的，可以帮你把很多的空间的角落去清得干干净净的。如果你是追求及时的、快速的清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手持的吸尘器还是会蛮适合大家的。然后呢，这台吸尘器呢，它还有很多的刷头，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除了吸地的这个刷头之外呢，我还很喜欢它有一个吸床铺的一个刷头，因为那个刷头每一次你看到干干净净的床、干干净净的沙发，真的一吸，它就可以吸出很多白白的粉末，会把很多床上、沙发上你看不见的一些尘螨、霉菌或者皮屑，就都把它吸起来。过敏儿看的就是很安心。这一台我们家买了，其实也已经有一阵子了，我们甚至还有一次因为吸到装潢粉尘，直接把它就是吸到坏掉，已经修过一次了。就虽然已经修过一次了，但它现在还是很强壮的在我们家服役中。那它也不是新款，它是 V11，这已经算是蛮老的款了，对吗？就是现在新款不知道已经出到几代了。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买新不买旧，买你自己合适的。然后像我们家这台 V11啊，其实就会有点重。那在陈老师的爸妈家里面还有一台就是比较轻量级的。当然了，就重有重的好处，重的这一款真的吸力就比较强。它这个有3段，那个只有2段。如果你是那种力气真的很小的人，轻的那一款手感上会觉得差很多。但我自己是喜欢那种吸力真的超强的那一种。OK， 以上就是我们家大家询问率比较高的一些家电分享了。当然，因为时间也有限，没有每一个家电都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我分享的某一个家电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然后我看到之后呢，也会再整理分享出来给大家。接下来呢，就是春节放假马上就要来了，春节期间的节目呢也很特别、很精彩，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在龙年拥有一个好运气。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按一下免费的订阅就可以获得1整年的好运气。这么划算的事情，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好啦，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我是安娜，我们下周四再见啦，拜拜。